广州人怎么这么会做乳鸽呀？我是真服了。这次来广州主要是看《红楼梦》，然后我的广州朋友就说，如果这次来广州只吃一顿饭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这家。朋友开着新提的新蓝图 Free 来做我的专职司机，就排名一下就上来了。之所以买这个车，主要是在城市里开电车更经济更合适，省电省油，一周一充就可以了。30万以内就能买到这样一辆带有全家的 SUV， 真不错。而且这个豪华座舱也很舒服，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。你好，1点钟预定了2位。一进门的这个荣誉墙一点也不收敛，见了一个空口吃百香果，真酸。我的问题，我们的第一个菜非常的清淡，秘制安格斯牛肋骨。现烤之后出来切片，还在滋滋作响，淋上黑胡椒汁。请问一下，广州真的有这个菜吗？但就是想大口吃肉啊。这个排骨真的很烂，有点中西结合的感觉。它这个肉细嫩多汁，有一点点像炖牛舌，特别是肉嚼开的时候香气会扑鼻，就算是瘦肉也会带上一点软筋，就是它的肌肉组织轻易的就可以被剥开，然后酱汁就会渗进去。然后是这个菜，螺片鲍鱼捞鸡，就这个菜是我记忆中的广州，清中带鲜，淡中带美，也可以像吃河豚肉一样，用螺片卷着鲍鱼和鸡肉，再加一点葱丝，尝到了白切鸡的感觉，真好。就是鸡皮很脆，鸡肉又很紧，还有弹弹的鲍鱼，嚼在嘴巴里就是一个清爽又调皮的口感。它甚至还有点香油的味道，微微的酸甜味，让我想起了新疆椒麻鸡，清爽但有足够的肉感，好吃。单独的鸡皮是最好吃的。然后就到了他家乳鸽，它真的很有仪式感，在你面前剖开然后修剪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乳鸽它用的香茅来腌制，我觉得香茅会加重那个鸽子肉的味道，好浓好浓的乳鸽味。鸽子皮也是非常漂亮的焦糖色，店里称这个为玻璃皮。它这乳鸽是真的很肥，因为咬开那层糖衣，那个肉汁就会慢慢挤出来，你就跟在喝鸽子汤一样，一股淡淡的香茅味，有一点花椒油油的味道，那个乳鸽的野味特别的浓郁。但是我们没有预定，只能点一只。今天让我重新认识了烤乳鸽这个菜。然后是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剁椒红玫瑰，1030。这怎么越看越像香菜？中间的骨头换成了肥肠，发酵过的剁香非常香，石斑鱼就非常像鸡肉，舌头都可以碾碎。这个菜石斑鱼可以卖到这么贵吗？肥肠很一般，就因为肥肠完全不入味，感觉它跟剁椒没什么关系。然后是沙虫海螺焖鸡，用的是海南的文昌鸡，所以鸡肉吃起来会有那种又弹又滑的感觉。它有一股非常浓烈的黏味，就是家里做的鲜味。毕竟这3种食材搭在一起，就是鲜中加鲜。这种细小的就是沙虫，沙虫有点像鱼泡的口感，汤里汇聚了各种精华。舀一勺汤，一半都是油。它好像是为了让鸡肉更入味，所以鸡汤有点咸，但它主要是吃鸡肉嘛。这个月吃到过了最嫩的鸡了。然后是黑松露蒸鲍鱼，这个菜就是咸鲜口，酱汁非常突出，这个酱汁有点像东坡肉加巧克力的感觉，它像个甜品，但是又因为它有黑松露，坚果香还很开胃。你知道我要干嘛了吧？可以帮我们上一碗白米饭吗？这种就要泡饭，就是鲍鱼什么的根本无所谓，就是我最爱的巧克力酱油拌饭。能再来个煎蛋吗？这个饭太绝了，这碗饭是我今天吃到的第一梯队的味道。然后是豆腐蒸肉，上面是虾仁和鱿鱼做的馅儿，很像成都的肉末蒸蛋，甜甜的，豆腐很嫩。下面的那个豆腐比那个肉还好吃。然后我们迎来了今天的王者，就是这个黑芝麻糊双皮奶。怎么会这么好吃啊？虽然我很不想承认，但他们家便宜的菜都很好吃。就是大家说的纵享丝滑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今天终于明白了，熟芝麻的油脂和乳脂结合的非常惊艳，黑芝麻汤圆里的馅儿加上淡淡的牛奶甜味，乳鸽和这个双皮奶就真的非常给劲儿。这个双皮奶真的是我今天填盘子的菜。吃完觉得他家还是很好，但就是有点贵，觉得贵好像是我的问题。下次我要点双份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好样。阿里嘎多。哦，好粗啊！今天炸天妇罗这个大酱，我总觉得很像谁，但我就是想不起来。哎，还是算了，好好吃饭。今天我们虽然是在神户吃天妇罗，但我们这次在神户其实并不只是吃，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，我想去看一下，就是在日本一个以咖啡为主题的博物馆啊，博物馆，电影的原画。感觉有必要去看一下。来都来了，毕竟我天天喝咖啡，我都不知道咖啡是什么东西。这里就是 UCC 开的咖啡博物馆。UCC 开设它其实就是为了像我们这种小白科普咖啡文化。比如说，这是从最早的咖啡豆开始，讲到了怎么加工成咖啡。我是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咖啡都是这样种出来。接着顺便去参观了一下他们家的工厂，听说这里的所有咖啡原料都是由 UCC 资深咖啡鉴定师来挑选的。你们看，这就是一台超迷你的咖啡萃取机，实际的大小是这台的50倍哈。讲了这么多，那还不如直接喝一点。还请了 UCC 咖啡冠军师帮我们泡。这次我们喝的叫蓝山咖啡 No.1， 它是 UCC 在自家的牙买加农场培育出来的一批极为稀少的咖啡豆。所以全球只限量190套。哎，我们今天就喝了一套。它这个有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它这个咖啡豆会散发出一种类似于朗姆酒的香味。巨香，不愧是在橡木桶里面做的咖啡，是没有喝过的味道。最后哈，这款南山咖啡礼盒在品牌旗舰店也快要上线了，对咖啡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参观完之后，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的正题。但说真的，其实天妇罗的很多老店都是藏在这种老城区，很老很地道。到了，是一家夫妻经营的小店，它这种也是会给你一直上菜，直到你叫停。前菜跟小菜是这种3拼，其实就是开个胃。里面的无花果虽然没有那么多汁水，但是我很喜欢它奶香的味道。然后一般第一个上的天妇罗会是炸虾，虾头跟虾身也会分开炸。炸虾头真的是一吃你就知道这家店的水平。这家店的味道吃起来
就像刚出炉的薯片。然后吃虾参的时候，你可以蘸一点这个萝卜高汤，也可以蘸一点盐，都还挺好吃。然后第二个上的是血子，血子的肉本来就很香，所以就不蘸盐了，换成姜黄粉会更好吃。接着茄子来了，这个好吃，它在茄子的外层其实切了很多刀，所以它可以吸满高汤，外面油脆，里面有很多汁水的感觉很爽。然后又是一个重头戏，香菇蟹肉，就是把香菇的腿切了之后换成蟹肉，再用面粉裹成一个球之后炸，炸过之后的香菇味道更大，就和蟹肉非常的配。然后是2块洋葱，不愧是万物皆可天妇罗呀，这种配菜都可以炸，还好是微甜。接着是一条接吻鱼，虽然它这个名字确实有点怪，但这个鱼在天妇罗里面经常出现。肉的香味其实本身不大，但是肉质会比较弹牙，可能因为天妇罗强调的就是外脆里嫩，所以这种鱼就很适合。接着是我很喜欢的扇贝肉，其实块头还挺大，它这个可以带一点萝卜丝儿，会是2种甜味的交织，吃起来就很满足。接着这个是紫苏叶包的鱼肉，这个你吃起来就完全感觉不到鱼肉的味道，因为紫苏叶的味道实在是太大了，但是里面的鱼肉特别的嫩。然后上的是组合菜姜和鱿鱼，这种鱿鱼炸过之后就会变得很松软，总算嚼起来不会那么累了。接着是一片水果玉米，就是直接切下来的一片，这个我真的想再来10份。最后当然是以青椒收尾，青椒就吃原汁原味就好。吃完天妇罗之后还会给你上一碗天妇罗冬，它上面是连着照烧的那种酱，里面是蟹肉跟虾肉，还有一点藕粒，吃起来还挺下饭的。总的来说这家店的菜品都还是可以的。秋天的第一顿天妇罗，然而并没有吃到松茸，可惜了。阿吉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我去，你们看今天这个寿喜烧，其实自从上次之后就没吃到过像今天这么好的店了。这才是寿喜锅最好的味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Z， 是不是很久没来吃寿喜烧了？然后我今天就在网上搜，就看到了这家比较破的小店，但是我一看他们家的开店日期，我惊了，1886年，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小学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是什么让他撑了这么久都没倒闭？すみません。リュウです。予約しましたリュウです。他家这个榻榻米我踩上去都在响，不过他们家氛围是真的挺好。我挑了一个坐在窗边的位置，窗户打开就是后面的庭院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少しだけ追加したいけど、トークでいいです。1、2枚。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菜单，上面基本上就只有牛肉跟酒，牛肉还分贵的跟便宜的，就都试一下哈。じゃあ最初はこちらで。これは自分で焼きますか？来看一下便宜牛肉跟贵牛肉的区别啊。这是3000一盘的肉，这个是3800一盘的肉，它上面的油会很多。我们还是先让小姐姐烤便宜的吧。下菜的小姐姐真的是非常的认真，然后就是餐满寿喜烧的料，看起来非常爽。然后等它煮开就可以了。这个葱根的味道真的巨香。对了，这个鸡蛋液，我上次看到有人直接把它丢到锅里煮，也不是不行，也是可以的。它这个其实是用来蘸这个肉的，反正你怎么吃都可以。用这个带了一点葱香的牛肉，裹满刚才搅好的生鸡蛋液。这一口真的太绝了！不过看到对面坐了对情侣，我就想到快到七夕了。买包包我都在评论区的得物上面选 ，LV 这些大牌包比专柜都省几千，还有专业鉴别，买着放心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吃。墨鱼丝也煮好了，这个魔芋丝裹鸡蛋液的效率真的很高。脆嫩脆嫩的口感，你也可以把它煮久一点，煮到那种一夹就断的样子，也很好吃。然后我们再来试一试贵的那盘肉，它就是更大一片，再浇上一点酱汁，等它变色就可以吃了。因为它这几块肉脂肪比较多，所以就很适合配着米饭吃，特别的下饭。这个就是刚才那块最大的肉，再往嘴巴里送一大块米饭就很过瘾了。你还可以用和牛卷着大葱吃。其实我之前也不怎么吃葱，但直到我尝到了葱根其实是甜的之后，就爱上了大葱。茼蒿也差不多了，也可以用它跟葱卷在一块吃，双重美妙。最后再来一块豆腐，这个才是豆腐的正确做法呀。再来一块肉卷茼蒿，今天也是寿喜烧大满足。不过残念的是他们家并没有甜品，买完单之后自己去便利店买个甜品吧，还是这个雪大福最好吃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